我想的就是赢就完事儿了嘛，就想着就是 battle 嘛，那或者是 cipher 嘛，就好好跳，赢就完事儿了。因为就是 freestyle 这个东西，其实讲究就是平时的积累。就平时在练习的时候，这开始学 crump 是因为连这个MV 嘛，我拍连成 MV 的时候发现，哇，原来真正的 crump 有这么多讲究，有这么多东西。以前可能就学了一些皮毛，学了个样子，但是真正了解 crump 以后，原来有这么多不一样的文化跟不一样的动作在里面，不是说只是能学个模样就是所以就专门的请老师，就是认认真真的学，从基础不能再基础的 bounce 开始重新学，然后解构所有我对以前对于 crump 这个舞种的这个认知，一点点从 step one 开始，因为它是可以表达宣泄情绪的一个舞蹈嘛，它的起源是叫做小丑舞，一个是能够宣泄情绪，二一个他们创作这个舞种是为了阻止一些械斗，我觉得还蛮酷的。然后其实，自己内心也有些自己比较爆炸的想法、炸裂的想法，所以我就蛮喜欢这个舞种去表现自己，很狂嘛。这个舞种叫狂派，狂派舞种当然就是狂了。希望在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赛道里面狂下去。就是从拍连这个 music video 在选择舞种的时候，因为我发现好像编舞大家已经跳得太多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舞种？就找了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是很小众的舞种，最后还是选择了 crump。我跟他连线打了个电话，然后感谢他对我的 crump 的一个认可，然后我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不足，等疫情过去以后。希望把这个创始人也能请到中国来，然后一起跟中国喜欢 crump 的这些舞者们一起共同交流。那个是当场的一个发挥，也是练过的一套招，就是在freestyle battle 的时候，其实专业舞者都知道，在后面会有进行一段 combo。那这个 combo 呢，每个人使用方法不一样，有的人一开始就使用 combo， 然后我可能是在前面做了一个 build up。就是慢慢到 combo， 然后就有一个渐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我觉得其实有蛮多爱豆偶像都也蛮有实力的，你包括一博也跳得挺好的，那个嘉尔也跳得挺好，我们都是偶像啊，对啊，就都跳得好。那我觉得这个偏见是需要时间跟作品来打破的，所以希望有更多好的作品可以带给大家，然后，对，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偶像这个行业吧，一定会有好的偶像在等待大家发现的。非常 respect 钟老师，就像很多舞者都讲过这句话嘛，钟老师代表的是街舞的一种精神，他做了所有一切挑战，所以我觉得钟汉良老师是非常值得尊敬的。街舞队长。现在我可能更喜欢freestyle battle 吧，因为它没有限制嘛。但以前当然喜欢编舞了，自己跳编舞跳了那么久，对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学编舞就是各种 foundation 都要学 ，popping、locking、breaking。crump 好像是最后学了一些，学了大概1个月时间，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摸不着头脑，这个东西怎么跳啊什么？对，然后还学了什么？对，还有 hip hop， 对，那都是我们的 foundation basic， 然后才到学编舞，就是跳编排好的东西，才会感觉会有些不一样，上一次拼尽全力，我好像每一次都挺拼尽全力。演唱会吧，演唱会蛮拼尽全力。我反正每天感觉每天都是按3天来用的感觉。没有想到把地板砸坏，那个时候就是他们首先一开始说的是下面起灰了，就是他一个桌子那个办公桌下面一层灰，特别时期嘛，
就都没人来嘛。后来疫情情况稍微好转了一些以后，就有人就是还是陆续的开始出工了嘛。在出工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有一层灰，就不理解，为什么呢？然后一看上面，应该是这个位置正好对的是上面那个舞蹈室，然后就去舞蹈室看了一下，原来舞蹈室那里踩了个窟窿，就这样。你这个当然得报销了。武器啊，对，防身武器，说不定也是核心武器呢，对吧？能赢就赢呗，但不怕输，不想输啊，不想输，但不怕输。因为我学习了这个 Crump 以后，我觉得我希望把这个 Crump 这个舞种推荐给大家，因为在这个现在每个人都生活的压力都很大嘛，其实 Crump 它也可以宣泄一定的情绪或者是不好的情绪，所以我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这个 Crump 的大家庭，希望举办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去推广这个 Crump。就因为我是街舞大使嘛，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力量去号召更多小朋友们去跳街舞，在好的B-boy breaking 的老师的教导下，好好学好 breaking， 说不定在2024年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就是他呢。所以希望小朋友们都可以过来吧。当然不一样。我觉得应该我17、18岁那个体能的话，应该没问题吧？对。现在就是极限是多少轮？我觉得大概7、8轮，就是体力估计跟不上。所以上次的4轮其实还是没有到极限。还没有，还可以。但是因为你在4轮用了全力的时候，最后还是躺下了。首先第一个要懂得感恩吧，第二个要努力吧，第三个好好选择吧，做好选择。我觉得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也不表示努力了就一定能成功。大家去嘲笑努力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不大好。你可以嘲笑我但不要去嘲笑努力。努力的所有人都值得尊重。我觉得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面临的挑战，那只要有挑战的话，也还是代表有机会嘛。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去尝试去努力，然后如果不成的话，也没关系啊，说不定又有下一个时代好的时代在等着呢。我的意思是说，下一个就是音乐的好的音乐时代在等着呢。可能现在我们就是在前期这个培养这个土壤的人呢，对吗？就好像所有的舞者，我们的跳舞街舞也是这样的嘛。如果没有老一辈舞者的辛勤劳动辛勤的这个往我们国内带一些好的舞种好的一些舞蹈精神带回来的话，也不会有现在今天街舞的发展嘛。正能量的说法应该就是我们还是很幸运的一代的。就是没有人想要走在机场做音乐，走在机场做音乐一定是那个歌，要不就要混音了，要不要把所有的 multi track 要发给混音老师了，要不要是做母带混音了，要确认音源。像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的话，其实他是不知道一首歌的整个制作周期、制作过程，所以没关系。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每个人不一样，肯定我也不想在机场拿个电脑，我为什么要做歌在机场？机场听歌、做歌，检查文件全部都是因为时间不够了，就是马上要进母带了，马上要进混音了，只能赶快把这个东西做好以后给它发过去。你想你要上飞机了，飞机又是几个小时，他知道这个制作过程的人，他自然会懂啊。养猫之后生活的变化就是不那么孤单吧，不那么孤单，就还好。微笑怎么了？不能微笑的，那个表情代表什么？代表有点讽刺的意思。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微笑对我来说是很礼貌的。就是大家会用那种大笑或者那种笑中带泪的来表示，就是你想表达的这种愉快的意思。我可能觉得说，小心，不要，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是微笑比较礼貌吧。可能我对于这个网络用词和表情可能不是
很熟知，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谅解。那真的还挺有干部的这个做法。就微笑嘛，对。我跟粉丝的关系就是一个对话的关系吧，就是可能就是他们陪伴我成长，然后我懂得感恩，希望跟他们一起，未来无限大，咱们一起走。